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要各位介绍的是这个超音波切割刀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是我在 Kickstarter 上面订购的啦。那其实不是到现在才拿到，我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拿到。不过因为超音波切割刀我之前介绍过了之后，我发现好像没什么可以介绍。那我最近好像觉得好像东西可以整理给各位了解一下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我现在是把它还原成说我大概先前一开始拿到的状况。那拿到就是这样嘛，一个盒子，然后就一个说明书这样。然后配件直接在里面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把呢，跟它一开始募资的时候，它最大差异就是说，它这个加了这个，你看这个是没有的，说明书都印都没有，你看这个都加一块这个，它加了这个防滑的，哦。那你看这边跟这边又不一样，这边就要凹一个洞，对。那其他配件在这里面，这边就是它刀片了哈，然后它这边要有提供给你那个黑色的这个，就是这个在锁这边的哦，这边也有备用的，然后这个就盖着啦。那这一把呢，它的这个工具呢，它后面有加了一个这个给你啦，这边。那别人说我可以直接在这边就开始锁，好，不过这等一下再进行。那充电孔在这里面，哦，所以这一把是真的是无线的超音波超音波切割刀啦。那它开关呢就是这样子用，首先这是电源。然后有3段，现在是第1段，然后按最左边这个钮，这样第2段，这样第3段。然后另外呢，它这个前面这边有一个灯，所以可以这样，哦，你看，然后再按一下就切掉了。这一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用了哈。不过呢，现在我要锁刀片呢，我跟各位讲一下，我觉得我一开始拿到，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。这一把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它做的体积，以目前来讲应该算是最小的吧，而且又是无线的，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啦。那因为它做的体积够小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拿起来跟笔刀类似的形式。各位有注意到吗？它说明书上面的，它都叫你画成这边。你看内页哦，内页的时候说明书也是这样子哦。你看，它画起来都直接叫你刀片跟我自己在锁的话，一定跟它不一样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这一把因为它够小，所以你可以跟笔刀一样放。像我们一般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拿过这种一般的笔刀。我们通常在画东西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往外的，不是往内的。因为你往内，你有可能会削到你的手。你往外的话，安全性会比较高。所以这一把呢，我觉得它真正的，它又有加了这个止滑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凹洞。当然我通常我不会那样拿，我都这样用，这样推，这样推，这样推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说明书跟我一开始拿到我比较讶异的地方，因为如果说照它没有加这个止滑套，那你可能真的就是照它的那个影片上面就这样拿这样画。可是你现在加了止滑套，那你变成说我可以直接就这样拿。那我这样拿的话，我不可能说这些开关我是给它这样子吧，因为我这边有灯嘛，所以我随时都可以切开关这样子哦。所以我刀片我会这样架，我不会跟它说明书这样我会这样做。等一下就可以进行测试给各位看一下。
Hello， 大家好。那现在进行材料切割测试。那首先呢是先3D 列印件的部分。然后大家准备了这种有点韧性的啦哈，还有这种比较硬的，这种就大家切一下。然后另外上次那一把也顺便拿来测一下。对啊，上次这一把呢，它的最大缺点就是这个孔啊，它这个地方做的很小，所以说变成说你要插的 Type C 的线要选啊，因为现在 Type C 很多的线很多嘛，那我有时候随便插一个都插不下去，那先从最弱的开始，没有，最弱这个就只有这样子而已，切不到洞。它最弱这个，我觉得是给你拿来给你当削切用的啦。好，我直接调最强好了。这个好，再来就这个。好，这3D 列印的部分，然后再来是基本的塑胶，这应该比较简单啦。最弱的你看一样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是木头。
这个穿下去实在是蛮快的。那最后一个就是亚克力啦，一样是用第一段啊。我就用第三段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用上次这一把来测一下。那当然，这一把的话，它的电池的选择性很强，我用的是这一种的，哎，就是比较好的就对了啦。那一样我直接用黄灯模式哦，那个红灯那个就不用测了，一样这个啊。好，再来一样是这个。好，最后是这个啦。现在是黄灯模式，就要最强的模式了。好，大概比较就到这边。大家好，那现在做个小补充。首先是这个，它这个呢是超音波雕刻刀嘛，哈，那它有弯刀、三角刀跟平刀。那这个我上次没有拍过啦，啊，因为这一把呢，其实我现在一开始用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功率就是比较弱一点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应该是比较偏向雕刻刀吧。哎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拿来测一下。啊，这个东西呢，重点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应该是只有这个可以用。它那一把超音波雕刻刀，其实它就是它的接头的部分有做过特殊的设计。你看这个地方是这样子，所以它是这样的卡住。哦，它是这样的卡住，它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。
所以这样才可以固定。那因为它这个呢，它这个整个都是这样子的状况，所以是没办法固定的。啊，不过像这个呢，这个应该就可以了。这种平的，整个平的，那你看这个是这样。好啦，雕刻刀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有点装反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就一样可以测啦。哦，是这边。那一样，先用最弱的。接下来我也要用最强的。好，我直接拿木头。那这个就是这一把额外的补充啦。好，等一下就进行小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做个小结。那如果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呢，应该发现说我超音波雕刻刀有线的，然后呢之前的接电池的，然后再有最后的无线的。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要怎么去选择啦。首先是如果说你是猎印农场，就是说你应该是说一般来讲，如果说你有很多台3D 猎印机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是去买有线的会比较好。因为其实现在3D 猎印来讲的话，已经有蛮多人就是说是输出成品在贩售的。那他们的那种猎印机，如果去看那个布局啊、规模，那个都是几十台。那种你一定是要买有线，那不是买这一台啦。现在有线的有其他台，不是说要介绍这一台。再来是说，这个呢，这个最后面呢，我是去找一颗我觉得功率比较好的够的电池啦。这样你才可以让这个的功能才可以发挥啦。对，那这颗电池呢，是平常我在输出一些类似摄影设备在用的啦。对所以这个功率绝对是够的。你这样出来的效果才会好。至于说这一把无线的呢，其实我觉得刚才的测试各位应该有看到，其实它的功率就是比较弱。是跟这一支比就是比较弱。那你看它的电源呢，我大概刚才才用一下而已啊。其他电源已经少了10%了，所以这一把呢，其实我觉得它的设计是比较偏向于是给雕刻用的，因为它的第一段啊，
第一段它真的是蛮弱的，它那个弱就是说，你如果说是要，你如果要修磨啊，你要修磨的话，你用1的话应该会不错用，嘿，就是类似我们这种笔刀的这种用法，这样去推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一把最主要是它是无线的，所以说变成说你的手势你很好晃，不会像这个你还有一条线在卡在那里，那你可能会动到。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啦。所以这一把呢，我觉得它的设计是比较偏向于给雕刻用的，因为我有蛮多支的啦。如果要做切断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一把要做切断的话，你会比较会功夫。但是如果说你是要修整，你要修磨啊，譬如说你要做一些小的修整的话，那这一把应该是不错用的，因为它体积就这样子嘛。那又加了这个，那变成说你可以这样拿，那你什么手势都可以啊。当然我不会，我不会这样拿啦，因为这样比较奇怪。我觉得这一把这样拿会比较好用。这个选择的部分就提供给各位参考啦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的介绍。